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唐公子，你四处奔走定是劳累，我为你泡了杯香茶，你可以先坐下歇息片刻。不必了，任务在身，就不劳侧妃了。侧妃赐茶，不接只怕不敬。你表现得随和些，接下来才好套话。别闹了。唐公子不必着急，你且安心饮茶。我自会将宫中的情形一一告知。多谢侧妃。哦，对了，侧妃，你宫中的修炼用物都是何人所用啊？殿下酷爱修行之术，在巡游中与我结识，便将我强行纳为了侧妃。此后他便常让我做一些修炼用物，灵文符咒与他使用。方才公子所见的净身符便是其中之一。不过，至于殿下为何要此物，又用作何处，那我便不知了。这个裴洛，表面上对将臣一往情深，背后却强抢民女。看来我们猜的没错，他就是狡言违行。这背后一定另有阴谋。那他所用的净身符，可否与我一看？同为术士，自该相助。9位，此物需每日更换，这张符纸便是刚换下来的。如若9位身中，定是每日悬挂于9阁之中。多谢侧妃解惑，我先行告退。无妨。帝君，元旦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殿下，不知殿下身上一直所佩的饰物是为何物？哦，这个是之前宫中来的捉妖天师，担心宫中妖邪未退，便给了我这千年桃木，驱邪镇妖，用以御身。千年桃木实为辟邪神器，可是桃木性烈难调，若碰到相冲之物，必然适得其反。不如我帮殿下瞧瞧。这个天师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以佐以玳瑁、麒麟角、幻土融入其中，助其电照风行，物尽其用。这几味用料颇为讲究，若不是修炼之人，极难知晓。他怎会对术法之事如此了解？难道在私练功法？殿下，
有一名天师今日进了侧妃宫里。我还有些政务要处理，天师先自饮吧。殿下请便。其他烛台上皆沾有蜡油，为何这只如此干净？除非它不是用来点灯的。此处灵力聚集，定是裴洛修炼之所。可惜镇妖符在此，唯有唐周能破，便宜这小子了。这酒不仅有草木粮食气味，还隐隐透出一股血腥之气。我进阁前才发的信号，你来的倒挺快。我是担心你的法力平平，拖累我和颜淡。你们快来看，是之前失踪的那些女子。这些女子是被割喉放血而死，看来并非是妖邪所致，而是人祸。难怪那小子跑得那么快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在他身上设了追踪符。哦，那还不快追！哦。这边，追踪符已破，他发现了。来人啊！有刺客！
刻往那边跑了，快追！殿下不必担心，追踪辐射有磷粉，灯火一熄，磷粉亮起，暴露无遗。你果然在思练功法。你诈我！你虽为人，为祸之身却远胜妖魔，居然还以桃木符傍身，真是讽刺。堂堂万妖之王，还不是需要一个肉体凡胎相助？等着吧。别聊了，快点吧。哇，谢了。纪学文，以血献祭，皆为邪术。残杀子民，以满私欲，怎配为一方王侯？若有我，天下作甚念，有何要紧？若无我，又何来天下？你为了一己私念，屠戮生灵，陷害挚爱，居然还想把罪名赖在我们的妖的头上！你们身为天师，却携带妖物，道貌岸然，也敢智慧本王？哎，你可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，可别说把他打回真身这件事，与你无关啊！我与此花有何干系？多说无益。今日我身上这纹路，怕是要多加几道了。我的长生丹就要炼成了，你们拦不了我。唐昭，你的不离锁对花有用吗？法术记下，你是花是人，我皆能将你召回。你要干嘛？我有办法了。
林丹，快走啊！一步。严丹，谁让你自作主张了？就该把你关在玉葫芦里。只要能为将臣报仇，这点花瓣不算什么。丹药以血淬炼，聚阴生杀，符之五脏俱焚。你将不知血河、乌鸦异象、杀人炼丹的种种罪行嫁祸在将臣身上，你还口口声声地说爱他，你懂什么是爱吗？是他先负的我。王妃久久无出，殿下先前又身怀恶疾，各方常有异动，我等实为忧虑啊。还望殿下早日封妃纳新，子嗣绵延，方可稳定民心啊。本王曾与王妃约誓，终生厮守，唯有彼此，断不可能再纳新人。更何况，本王的旧疾早已康复，不用再劝了。殿下，殿下，莫不是旧疾犯了？快传大夫！是，殿下。裴洛，大夫已言明，你只是一时心急，胸口淤痰，往日旧疾早已痊愈，你大可不必焦心。除去疾恶，与常人无异。我乃至尊人杰，定是要长命百岁，与天同寿。你为何还执念于长生？我曾久病缠身，差点同你天人永隔，我怎能不后怕？若我无法长生，民心生疑，这王都迟早有一天都要拱手让人。我顶着谋士的压力，始终不肯纳谏，是因为你我有约定，只有彼此。你若不助我长生，又如何实现厮守终生的诺言？将臣，再给我一颗神丹吧。当年你命短受邀，只求多活几日，我祝你如常人般康健，你可以平安到老了。为何还不知足？你是药，你可以活千秋万载，可我纵然病愈，也不过寿命数十年。助我长生对你而言轻而易举，为何你这般自私，就是不肯助我？无中生有之时，你叫我如何帮你？裴洛，你为何变得如此贪婪？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的模样和心愿吗？我当然记得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了信守诺言，承受了多少重压？对于纳妃之见，我一概不理。你有为我考虑过吗？将臣，不是我变了，是你变了。
那侧妃绵延此死，能安抚你的证据，那你便纳吧。娘子，你我两情相悦，定当永结同心。夫君岂敢一片痴情，定当永不负心。娘子，今夕如昨，却物是人非。这就是那位善修术法的圣德侧妃。这帮戏子的唱功极差，远不如你。不如王妃登台表演一段，给我们助助兴。我无法相助殿下，不配做这个王妃。将臣自请封宫，从此不出宫门半步。王妃宁愿与殿下永不相见，也不愿意助殿下一臂之力吗？将臣，是你先违背了我们之间的誓言，日后莫要后悔。即便我困死宫中，也不后悔。原来王权野心是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的。他为了你的王位，不惜暴露自己的腰身，顶罪自强，甚至损耗自己的腰力，为你拦住了杀人炼丹的煞气。他做了这一切，怎么可能负你呢？他既然说爱我，却不肯助我长生，让我与他长长久久的在一起，那便是不够爱了。若不是他有心隐瞒，我又何苦练此功法，又何苦推他出来顶罪？明明是你执念太深，他并没有瞒你。这世上本无什么长生不老之法，你能活到现在，也不是因为杀人炼丹，而是因为将臣帮你寻了一样宝物，才可以让你延续性命。而你却不知天高地厚，不懂感恩，只知贪婪。此法物于你于他，是祸非福。昔日之言，今日终于应验。你什么意思？将臣为了你，向我多借了20年的光阴。这20年，他只求你快乐，而现如今，心愿已破，戒主已丧，是时候该收回我的东西了。这便是你的义眼吗？此物并非普通妖猿，他究竟是何人？你双手已沾满鲜血，天意不容。将臣一定有办法。神丹，匣子里肯定有神丹，匣子里肯定有神丹，你们一定有办法打开它。
锁心藤乃是花精族妖法，由执念所化，唯有化解心结才能打开。将臣既是因你生愿，能打开此匣的，便只有你。原来将臣想要的是心上人的一滴泪。将臣，裴洛，封妃乃王公重视，你我早已登载史册，流传万世，为何还要学百姓做法，共写婚书啊？我不在乎流传万世，只喜好这婚书，名字共写，好证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可得把它好好藏好，万一哪一天你说话不作数呢？我一心解你病痛，圆你心愿，没曾想，却又给了你新的禁锢。自始至终，将臣心中只希望你平安喜乐。有朝一日，再与君共撑纸伞，相濡以沫。满目山河空念远，不如怜取眼前人。唯愿君心似我心，不慕江山只慕人。将臣，这花里还有将臣的最后一口真气，快让裴洛再看他一眼。将臣，我来晚了，我错了，我求长生了。将臣，
将臣，你的心愿已了，你安息吧。放心，我会记住我们的约定，我会替你好好看这个世界，历尽人世间的五毒六妄、七情八苦，写出刻骨铭心的戏本，感动三界四海。颜淡，你是否觉得我此般取回一眼，过于残忍？若是裴洛相信将臣，不该到这一步。相爱之人本应坦诚相待，不留嫌隙。倘若有一天，你发现我骗了你些什么，你会怎么做？山主大人也有对不起我的时候吗？那自然是要让你做牛做马，好好补偿一下了。方才我探了一下裴洛，以他的修为，不可能施展困住颜淡的法阵。以他看四叶邯郸的神色，却像毫不知情。如此看来，伤颜淡之人，与此案并无关联。安东王已逝，王都必定会大乱，我们得先离开这里。等一下，现如今我已经拿回一眼，我可以催用我的灵力，来化毁颜淡的人身。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吗？现在把它画出来的话，太过于冒险。况且我们来的时候是2个人，现在多出了1个，你觉得别人不会怀疑吗？一切等出去了之后再说。等等，方才在密室中，我察觉有一事奇怪，明明风力已停，我的花瓣却仍然飘去了丹罗炉顶。此路不凡，或许是其中藏有什么厉害的法器。神器里尘出现时会有万物席卷，烽烟立止之意象。说不定丹炉中藏的就是里尘，我们速速回去一探。侧妃，你们2个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行此恶举！说，为何要害人？天师饶命！我们在侧妃宫中偷到幽物，被他撞破，这才一时动了歪念。圣德谢过公子。公子救圣德性命，圣德无以为报。我愿将我师门法宝里尘赠与公子，以报救命之恩。侧妃，我也正在寻找此物，那就有劳侧妃了。安都王不仅强行纳我为妃，还因发现了我贺心门的至宝里尘，欲占为己有，屠我满门。此法器灵力不凡，依法施出，清风席卷，气无力止，万尘可散。这宝物从未有过认主之相。我为修炼之人，知晓所有法器皆有灵性。既然宝物认主，那必定是与公子有缘，公子便请收下吧。
亏有我，才未错失神器。等出宫了，你可得准备8针玉石、传槐画本，好好感谢下我。听说唐师弟清正洒脱，不染物欲，如此看来也是假的吧？看来于师兄也并不了解我。我这个人吧，既贪婪又小气，别说是宝物了，哪怕是一朵花，我都会占为己有，更不可能会让给旁人。哼！此物需通晓玉器法诀，方能使出神力，不然便一如普通浮尘。安都王昔日略得匆忙，法诀应该还在我师门之中。不知诸位可否愿意多费些脚程？看来侧妃的意思是，只有我们送你回师门，才肯将玉器的法诀交予我们。安都王已死，也没有人再限制我的自由。我想重回师门，为师父守灵，只是师门路遥，去途艰险，我孤身一人，不免畏惧。此物与我有救命之用，多谢侧妃相赠，我定会护送侧妃回师门。盛德去忙了，有些事情我要通知你。王公案已结，我要带严旦回家去。他秉性未清，还需继续教化。他是我野兰山的妖，该如何行动，需要你的指点吗？不离所为正，他现在是我的妖。你现在就把这法术解了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阁下的意思是，让我连你一起抓了？那就试试吧。哎，又开始了，这2个人我一个都不敢得罪，真是大王打架，小妖遭殃啊！你要带他走，可曾问过他的心思？好啊，现在我便让你亲耳听听，他是什么心意。不许动，出来说话。我终于变出来了！我真是在外折腾那么久，我看看我没事吧？我这破竹子怎么还在？啊？在就在吧，在就在。放心吧，莲青依旧是倾力出尘。我得试试我的妖力还在不在。妖力？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此？我是……他是我所抓的小妖，之前呢一直藏于我的袖中。听取了王公诸事，一人知晓你的身份。不过他秉性善良，绝不伤人，不必担心。既有唐公子担保，盛德便没有什么顾虑了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严旦。之前多亏了你给我们线索，这才让我们把安都王的嘴脸给揭穿了。客气了，我还得多谢你们救我于水火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严旦，唐州已经答应盛德送他回师门了，而且盛德这一路端茶送水，体贴照顾，相处甚好。我们2个就不必再次打扰了，就此别过吧。盛德是客人，不必劳烦他。我向来有严旦伺候，所以他必须留下。唐州，你忘了你身上的使命吗？你可谓是肩负重任，而且人妖殊途，就算再舍不得，终究也是要别离的。我相信，你懂我在说什么。是去是留，不是你说了算，终究还是要过问他自己的意思。哎，这样吧，那我说2句吧。其实我呢，这些日子经历神府、凌霄派之行，还有王宫之事，
我也明白了，与好友死别之痛，为好友报仇之快。可就算经历了这些，我对世间的人心、世事还有很多的疑惑，所以我想还是周游四方，早日完成与将臣的约定，写出一部名扬四海的细折子。这么说，你不想回雁兰山了？我当然想回，那是我的家，可是不是现在。咱们下山不是也为了日行一善吗？再说了，唐周已经答应圣德送他回师门了，2个人也不方便，不如我们一同游历，好好体会下人生，还能互相照顾。你觉得呢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会尊重他的心意。颜淡，答应你便是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一生我下转月球，山海无路万心中。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情根未休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。肝胆再开人厮守。孤寂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
蝶梦秋水，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太子殿下，这是灵贝族进献给东海的灵风弓，听闻锋利无匹，急如闪电，对追击那酒旗定大有助益。殿下，你要不试试？你今日如此反常，竟然主动来找我，定有缘故。说吧，找我何事？我的确找你有事。我知道，近几日你率军追杀于墨，想必你也知道他酒旗的身世了吧？于墨心怀挚爱，一心只愿追随心爱的人，畅游凡界，无心争夺权力。对于四海之主的位置，也丝毫不感兴趣。你这么做，只会引火烧身。若被其他水族知道了，反而会影响你东海的尊严。招揽！你今日主动来找我，竟然还是为了那个雨墨。你我在玄心崖相伴100年，你真的就一点都不了解我的心意吗？我一直追杀他，真的就只为了那一个尊位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们同病相怜。今日我再信你一次，也愿你信我一回。你此话何意？青龙族向来敢爱敢恨，既然于墨心有所属，那我便断了对他的念想。从此之后，我与此人再无关系。这一次，我定不会拖延推诿。我愿与你定下婚期，嫁入东海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南海和东海的联姻，想必你日后四海之主的位置，定坐得安稳。但是，我不喜欢杀戮，只愿你放了雨墨，善待四海水族。从今往后，我便与你一心一意守护四海，伴你地久天长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不再追寻雨墨，我这就修书你父王，早日定下我们的婚期。那我便回南海，准备嫁衣，等你迎娶我。等我。殿下，您真的相信赵良公主所说的话吗？我想信他一次，不过，你还得通知我们藏于南海的人，时刻盯紧他们父女，有任何异动，随时禀报。是。那酒旗，继续追踪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公主，这件嫁衣的衣料是天界所赐，
花纹样式皆为上品，你可喜欢？过于华贵，还是换了吧。我倒是觉得此件甚好。父王。哎呀，父王，您来了，怎么不告诉女儿一声？想看看穿嫁衣的你。哎呀，向来只见你机灵骑射、英姿飒爽之貌，却未曾见过这副打扮。公主要来了。你病了？怎未听你提起啊？父王，其实我……你们退下。是。啊，你失了逆鳞？难怪如此虚弱。此鳞不仅是周身灵力所及，更是龙族适中之物。你大婚在即，怎会没了此物呢？有人相助，我与他逆鳞防身。何等朋友，值得献出逆鳞？幻心灵但凡摇响，便生裂纹。我猜的没错，想来是有人摇响了此灵，你便情定于他，因此愿给逆鳞正心。既如此，你又何必答应与东海的婚事呢？女儿与那人有缘无分，只能以朋友的身份相处。如今女儿已舍念自误，只愿缔结姻缘，助敖轩登位，庇佑青龙族，太平永盛。我向来无意在四海揽权争霸，又何必拿你的姻缘去换取所谓的繁盛？为父心中唯有你幸福安康最重要。告诉我，你那心上人是谁？我派人前去探问他的心意，绝不让你错失良配。父王，这桩姻缘并非是女儿一人之事。敖轩为人心狠手辣，东海残暴，若你去寻了此人，那人必定会面临追杀之危，还会连累到整个南海。父王，女儿已认清自己的命运，还请父王莫要因为我得罪东海，增加无谓的杀戮了。谢啦。没想到，竟然让害你的人逃了，我真是心有不甘啊。没关系的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没准绕了一圈还会落在我们手上。哼，又开始吹牛啊！云墨，我之前看过一本书，这书上写着，若是我们妖死了以后，我们的元神会脱离三界，飞到一个叫夜忘川的地方。若是元神可以忘记过往，成功渡川，便可落入凡尘，重新活过。说不定这样也好呢。说不定，将臣他已经变成了一朵普普通通的昙花，忘却了前尘往事，在世间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忘记呢？若是有来世，他一定还希望跟裴洛幸幸福福地在一起啊。颜淡，没事。于墨，别伤心啊！爱人虽是，
可是你还有爷兰山，还有我，你还有一大家子人关心你呢。你要振作起来。他竟误以为我喜欢将臣。我若是明说，解释将臣得到一眼的原因，只怕他会刨根问底，知晓我隐瞒他失忆一事。严丹，过往的很多事情，我也不愿再提。但是我与将臣之间，没有任何别的事情。此事，你也不必再挂心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提不提，我再也不提了。圣德说，他学过卜算之法，可以看到人的过往当下。要不要让他帮你看看？也许你的良缘正在来的路上呢。凡人修炼，怎可能通过往当下？他究竟是何人？唐公子刚刚走了许久，额上都是汗，我帮你擦擦吧。啊，不必了。师门有戒，不得与女子亲近。裴洛半生受极恶所缠，痊愈之后，却依然没有满足，不惜杀人炼丹，还害死了自己爱的人。这就是人世间五毒之贪了吧？而将臣痴心相附，舍身护佑，最终却换来了一个离心的结局。可见，人事都转，七情历练，人最终还是要更爱自己的。我要把这些全都记下来，为以后排演。这样，无心者观情，有心者自省，这样世间就可以少几桩悲事。严蛋，哎，圣德，我做了一些小菜，你尝尝看。哇，这些美食好漂亮啊，我从未见过。圣德，你真是心灵手巧。你尝尝看。这些菜都是天界做法，你前世今往自然没见过，只是一些家常小菜罢了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每日都做与你吃。这味道，我怎么感觉在梦中好像尝过似的？你喜欢就好，多吃一点。嗯。严丹，我初来乍到，与谁都不亲熟，心中实在是寂寞。唐公子救我于危难，我却不知他有甚喜好，难以还报，实在是很焦心。我只能来请教你。嗨，真的，他这个人吧，喜欢整人、翻规、欺负弱妖。别看他表面温文尔雅，内心非常的黑暗。上一次他就开始这些似乎都是一些寻常小事，你可知他有什么特别的喜好？特别的喜好？今日之后，我要带他离开这儿。我说过，我要连你一起抓。这么说就是要开战了。好啊，为了以示公平，我绝不用妖力。阁下既然这般小瞧于我，那我也不用伶俐，一剑分高下。哼，据我多日观察，果然没错。唐州此人性情执拗，爱好打架斗殴，什么事情都要分一个你对我错。你看，这不就开始了？唐公子比武习剑，乃上进之举，
我倒觉得颇有魅力。这难道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？果然爱情让人麻木。阁下确实剑法超绝，当为人中英杰。可是为何偏偏不懂得自重，招惹自己不该惹的？难不成想自毁前程？阁下智勇双全，确为妖中王者。但我凌霄派向来以除恶为己任，你，我抓定了。妖中自有好坏，我们野兰山更懂得如何区分惩恶扬善。可是万派之宗，却不分青红皂白，抓捕屠杀，如何服众？驱邪扶正，乃我派宗旨。然，天下生灵皆有善恶之分，我自当恪守教诲，健身明志。还来？等一下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颜淡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，万妖之王，野兰山山主。你呢？堂堂未来凌霄派的掌门人，这说出去都是有头有脸、威震一方的人物，而如今却在这里酣战、争强斗勇，这传出去我都嫌丢人，好吗？他竟然是凌霄派未来的掌门，此派掌门向来灭情绝爱，那他……不过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，既然你们两个难舍难分，不如以后我们便一同行动，如何？唐周他身上有顽疾，需要集齐4大神器才能救他的命，不如我们本着仁义之心帮他一把。当然了，你呢？作为回报，你日后若成为掌门人，不可以随意进犯我们野兰山，如何？来嘛，不要那么严肃。江湖嘛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少个朋友天堵墙。再说了，此番我们人妖合作，必成佳话，也可以缓解捉妖师和妖之间的矛盾，这伤亡也会减少。为了顾全大局，你们表个态嘛！好，绝不祸害凡间。必定善恶昭彰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日行一善小队正式成立了。哎，现在大家都是伙伴了，你天天拿那个布里锁拴着我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你不如帮我给他卸了，也算是博一个合作的彩头嘛。来嘛！化干戈为玉帛，以证你的诚心。法术已除，这个镯子就留给你做纪念吧。我自由了，我自由了！我自由了！这种感觉太好了。我再也不用担心晚上睡觉被撞，白天被挡，而且也不用时时刻刻在唐周面前啦。结了这法术也好，这样于公子心里应当好受一些。于墨，他怎么了？这几日来，你与唐公子走得近，我见于公子常常独自行走，凝望着你，神色甚是寂寥，大概是觉得受了冷落。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。最近他的情绪郁郁寡欢，我每每关心的时候，他都说没事儿，而且他不承认他喜欢将臣。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做是故意为了让我不再担心，还是另有隐情。爱别离之苦，我曾经历过。毕竟他是你的山主，自然不愿意在你面前展露脆弱的一面。但是他不说不代表真的没事，否则如何解释他的失落？既然你们关系要好，你应当多陪陪他，
别让他觉得寒心了。你说的有理，我绝对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妖怪。不如明日我将唐州公子约出，方便你们与公子单独相处。你好好开解开解他。受山主大人照拂这么久，现在是我严旦该报恩的时候了。莫伤悲，莫气馁。大好风光在明日。店中小二说，楼上有人寻我。公子见是我邀请，可是失望了。找我何事？生得偶然间得到一副未解棋局，久思未果，想请教公子一番。我不通艺术。怎会不通？不知为何，我每次看到棋盘，或生学艺之念，就会惊慌烦躁，痛心难忍。你曾经说过，你可以看到过往。那么我想请问你一下，为何我每次在梦中看到一位女子在我面前跳桥，梦里我看不清她的容貌，而我每次醒来，我就会自责痛楚。那可是我以前亏欠之人。你竟还记得他？从卜算之象看来，此女子是公子的劫难，并非正缘。公子过往便是受此女所骗，负恨而死，因而现在才会发梦警戒。莫要再亲近于他。若是劫难，那他跳桥我定会心生快意。为何我也会跟着一起痛呢？莲青，你来啦！白日在我的房间，你用了很多笔墨，写了那些美好的词语，是为了什么呀？你看，这些是我给你做的天灯。近来我看你心绪郁结，要是我对你不管不问的话，未免也太不仗义了吧？我听闻，凡人如果有烦恼的话，他们会把烦恼写在天灯上，然后放出去，这样烦恼就一并消失了。要不要试一试？来，你写一面，我写一面。
写完了吗？那我点灯啦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我想看看你写的是什么。哎，不行。小气，还不让看了？想看我写什么之前，我得先看看你的。哎。啊？你随便看，我什么都没写。因为我刚刚想了想，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烦恼。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夜阑珊，我都觉得我过得挺快活自在的。纵然生活中有什么困难，那我觉得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不想忘记所有的感觉，我想记住每时每刻。既然我已经说了，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写的是什么了吧？好，我写的是，今日你给我送的食盒太难吃了，我一点都不敢动。而且希望你的厨艺能够增长。就这？真没良心，那是我特意给你做的，好吧？前尘往事，不知是否应当坦诚告知。也许只有我瞒着你，你才会一直这般快乐。咱们一起把它放飞吧。好。我再去拿别的。你说这些天灯在天上飞着，会经历怎样的旅途，看到怎样的风景，还真是羡慕。想去看看吗？嗯。既然公子不通艺术，那圣德便为你弹奏一曲，怡情解闷。圣。停步！前方是客栈，再向前定会被凡人察觉。有我在，不会有危险的。若是没玩够的话，我再带你去前面看看。不用了，刚刚天灯已经看得够多的了。本来今日想帮你排解心结，没想到又让你带我看了场天灯。无妨，做主公的自然要对莲卿宠爱有加。银子，小心点儿。谢了。你们是一帮废物吗？救不回我父王，我让你们全部陪葬！请恕罪。欧轩，父，为父大献一纸回天法书。唯有一事要交代于你，你要尽快与赵兰成婚，掌握南海势力，以固统治。父王，您放心，
孩儿一定承您心愿，统领四海，延续东海龙族世代荣耀。父王！殿下，南海密探来报，南海龙王昭衍秘密离宫，说是要去寻找那97遗孤去了。昭兰，你竟然还在骗我！我父王刚死，你们就这么着急另攀他主吗？好，我就教教你们，谁才是真正的龙尊。骑兵去南海迎亲。你这个是不是作弊了？哎，我严某人可是赌技超一流，夜来山头号圣手，愿赌服输好不好？你跟盛德就在这儿生活，我跟云墨去找吃的，吃完赶紧赶路。严大姑娘和于公子的感情真好，一刻也不愿意分离。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对于墨那是忠心耿耿的主仆之情，是不是？于墨公子好生自在，可是四海即将因你而起浩劫吗？来者不善。来者何人？应元帝君竟然没死，天界称他云神仙士，难道是另有隐情？仙神丽娜，不得无礼！仙神？谁呀？他呀？他是仙神？哇，盛德，你果然没有撒谎，你真的是大罗神仙啊你！行啊你！之前都有得罪啊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唐州竟是下凡历难的仙神，他到底是何人？尊驾，我乃南海龙王昭衍，老夫绝无违抗天条、阻碍历难之意，实在是事涉四海与家事，还请尊驾切莫插手。尊驾不必客气，我如今为凡人，从前往事一概不知。于墨是我的友人，要我袖手旁观，绝无可能。定是敖轩让你来取我的性命，如果真有本事，来取就是，为何还要给我冠上一个危害四海的罪名？哼，我要你人头何用？老夫要的是四海安平，更要我女儿一世幸福。你是为昭兰而来？昭兰大运婚时，下凡之后，借病将婚期一拖再拖，如今愿意出嫁后，更是郁郁寡欢。我才知道，他竟想牺牲自己终身幸福来换取你的安宁。你可知，逆鳞不仅是翼尾龙的通灵至宝，更是通婚时用以交换世中的信物。你既接受了逆鳞，就该对他负责。你也行啊，于墨，没想到在凡界。我们失散了仅仅月余，你就获得了龙族公主的芳心啊！夜来山子嗣绵延的重任提前完成了。闭嘴！这不是为你高兴吗？龙王殿下，此物的意义我全然不知，如果知晓，我绝不会收的。一派胡言！若非你蓄意哄骗撩拨于他，为何你遥想了他的幻心灵，接受了逆鳞，却从未见你来南海提亲？如今婚期将至，昭兰心在你处，
逆鳞误在你手，南海被指背弃盟约，你却邪美，到处游玩，悠哉乐哉，为父为君，今日必定要为此讨个公道。哎，龙王息怒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我们山主品行正直，绝对不是那种朝三暮四、骗取少女芳心的不义之徒。话说，这很巧嘛，我们夜来山其实正在杀鸡宰羊，搜索各地奇珍异宝，准备向招兰姑娘下聘呢。闭嘴！这不缓和下气氛吗？事到如今，我必须到南海见招兰一面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回夜来山跟您准备接亲一仗。你闭嘴吧！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娶她。也是，堂堂的南海公主，让人悔婚做妾，于理不合吧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跟招兰绝无可能的。况且我早就有心仪之人，我跟招兰也从来没有任何越矩的行为。果然还是忘不了将臣。他将此逆鳞赠送给我，就是为了救我性命。现在我才知道此物的意义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必须要把逆鳞还给他，并且告诉他我真正的心意，不可能让他因为我的安危而错嫁不爱之人。颜淡，你陪我一同去吧。我啊？不行，除非我也一起。不可。是这样的，我从前在师门的时候，曾听闻过神仙罹难一事。这神仙罹难，若是罹难未尽而肉身殒命，只怕再也无法归位回天。唐公子如今只是肉体凡胎，水族又恰逢异主，势力不稳，若贸然卷入其中，怕是风险太大。不要紧。昔日我遇难之时，相救的小仙曾和我说过，我仙衣破损，若无四大神器修护的话，早晚仙里会外泄而死。所以我早已无所畏惧。我不跟着去，让捉到手的小妖跑了，倒是得不偿失了。那行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4个一起去呗，先解决了于梦的桃花劫，再送圣德回师门，这样行了吧？赞成。赞成。正好我在师门的时候，会一些修习补元之术，能助唐公子稳定些许仙力。帝君下凡罹难，若无仙衣保护，神器御身，必会神形俱灭而亡。除非他再服下半颗邯郸之心。尊家，为了不干涉尊家的罹难，只能委屈您在龙宫中蒙面，还请上神见谅。老夫的家事，竟然还要劳动尊家，实在是让老夫惭愧不已啊！请。这唐周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连一海之主的南海龙王都对他这么毕恭毕敬的，难不成他是戏折子里说的大罗金仙？圣德，你可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吗？颜淡妹妹未免也太会说笑了。
欲晋升仙阶或犯了错的仙家，才需下凡历难。一般位列上神之尊者，无需遵循。天界谪仙众多，身份尊贵者云云，我们不必费心猜测。哦，圣德姑娘，懂得还真多嘛。颜淡，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我这个靠山啊，你算是靠够了，要不然换个新靠山靠靠。哎呀，此番游历，我总算懂得了一个道理：求人不如求己。再说了，我就算要找靠山，当然是主公这种亲切的靠山啦。聪明，走吧。殿前亲卫乃本王亲选，没有虎符，不得变动。你们是谁？放开我！昭衍殿下莫怪，我东海仪仗队久待数日不得入门，本王只得亲自来接我的王妃。父王，他早在宫中安插了自己的人，你一走，他便带兵攻入殿中，大开杀戒。敖玄，你住手！敖玄，你虽继位东海龙王，我也是南海之主。今日你带兵攻入我南海，杀我亲卫，掠夺我女，我是天条，无视天规。昭衍，你暗中私会于墨，还让这贼子于墨率其亲信闯入南海，欲抢我王妃。我出兵相助，接管南海，是理所当然。帝尊又奈我何？哼，敖玄，你不要狂妄自大。幸亏我及时发现昭兰的心意，没有酿成大祸。即便她没有心上人，我也绝不会让她嫁给你这般残暴狠毒之人。你和昭兰联手哄骗于我，如今又将我的迎亲队拒之门外，如此奇耻大辱，我焉能忍气吞声？你纵使身居尊位，南海龙王毕竟是你的长辈，你这般贸然杀入南海，伤人掠夺，和盗匪有什么区别？我继位龙王，乃是四海之主，凡界之中以我为尊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抔秋月容，
中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云上我下，转眼就山海无路万行舟。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青灯微收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红豆。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，肝胆再开人厮守。